今天这期视频是很多人催更的智能门锁终极横屏。大家好，这里是陶阳家电实验室，我是陶阳。为了这一次测评呢，我研究了市面上主流品牌所有在售的机型，最终锁定了智能门锁市场上一线的顶流品牌德诗曼、凯迪仕以及小米，并从他们各自最畅销系列里面挑选出了6款最值得购买的产品，覆盖了1到3千这2个最核心的价位段。为了让结果更加公平公正，评测将分为2个独立板块。性价比爆款比拼以及高端旗舰对决，无论你是追求极致性价比的实用派，还是体验至上的品控派，都可以全面覆盖。大家也可以通过进度条章节功能，一键跳转到自己最感兴趣的价位段观看。好了，话不多说，我们马上开始。入手本期性价比的价位段的3款机型分别是凯迪仕 Q20F Pro、德诗曼大圣 Q5F Pro、小米智能门锁4 Pro， 而高端旗舰款阵型则有凯迪仕 P30 Pro Max、德诗曼小圆脸以及小米智能门锁 M30 Pro。 从外观来看，6款机型不约而同采用了更加符合人体工学的巧心设计，一体成型的结构不仅是视觉流畅，持握呢也是更加贴合手心，兼顾了美感和实用性。表面均经过了抗指纹的处理，质感细腻且不易留痕，日常清洁打理非常省心。再来看到我们内一侧，德诗曼、凯迪仕均搭载了4英寸的显示屏，小米是稍微小一些，属于是3.97英寸。各款门锁的按键布局都保持了最大程度的精简，清晰易用。值得注意的是，为应对火灾、断电等紧急情况，这几款门锁均设有应急开锁装置。其中德诗曼、凯迪仕采用了直觉性更强的快开大把手设计，一推就开，非常丝滑。而小米呢，则是旋钮式的设计，对于老人或者是小孩来说，快速开门的学习成本以及操作便利性会略逊一筹。而在实测开始前，我们团队也是特邀了一位拥有几十年的一线开锁经验的老师傅，为这6款智能门锁做了一次深入的安全性评估。师傅来之后，大概花了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仔细研究了一下这6把锁，于是有了以下回答。这6把锁安全性如何？这6把锁我感觉到都是挺不错的。这个是全自动的智能锁，是吸级锁芯，还有电子锁体，这些锁都挺不错，可以。可以在不惊动屋主的情况下进行开锁吗？从业几十年来，我觉得这些锁是开不了的，或者不惊动住户的情况下，这开不了，因为它都是吸级锁，都是电子锁体，技术上是开不了的。作为开锁师傅，这6款智能门锁你会选哪一款？这6把锁其实都挺好的，但是它设计上还是我觉得这个德诗曼的这个是挺漂亮的。我搞了很多锁，德诗曼本身也是大牌子。百元产品和品牌千元级产品有什么区别？开锁那么久了，其实100元产品的智能锁的话，就是最好就不要选择，尽量选择品质高一点的1000元以上的吧，或者是价位比较到位的那种。因为100元的那些锁，我们基本上都是可以用技术打开的。如果是现在这几款智能锁的话，我们是用技术是开不了的。请你给屏幕前想买智能门锁的观众3点建议。第一个就不要太廉价的，尽量买那些品牌比较大的。第二呢，就是买吸级锁芯的，还有电子锁体的那些。第三就要买那些质量比较好的，安装比较方便的，售后比较好的那些锁。因为这些智能门锁讲真的都是3分产品7分安装的。在确认基础安全性后，我们的评测进入核心的性能对比环节。我们将从常用的指纹解锁、人脸识别、猫眼功能等维度，对同组的3款产品进行逐一对比，给大家找出各个价位段的最优选。指纹解锁呢，作为日常生活中最高频的解锁方式，它的流畅度、准确率直接去影响到了我们的使用体验。如今呢，1000元以上的智能门锁基本都标配了半导体活体识别技术，像早期那种用硅胶夹指纹就能破解的安全隐患，大家基本可以放心了。在常规情况下，这几款锁的识别率都接近100%，几乎是只触即开。那难度升级，我们用胶贴粘入指纹，模拟指纹破损的情况，实测50次，看看这3款锁的表现又如何呢？实测下来可以发现指纹磨损情况几乎没怎么难倒他们，基本上都可以做到90%以上的识别率。其中表现最好的德诗曼大圣 Q5F Pro， 成功率可以达到98%，响应速度也是这几款里面最快的。这主要是得益于它核心的 GPT Finger 1.0 指纹识别技术，可以通过 AI 算法来识别抓取更多的指纹特点采样。像传统的智能锁的指纹解锁，一旦遇到前指纹脱皮破损，就很容易识别错误。而德诗曼的识别速度很快，并且误判率低，像前指纹或者是指纹破皮都可以轻松识别开门。而当我们的左手拎包，右手拿快递的时候，人脸解锁无疑是最便捷的解锁方式。实测3款智能门锁在常规情况下的人脸识别成功率基本都是100%，
那在面部有阻挡，又或者是在夜间完全没有光的情况下，它们还能精准快速识别吗？答案是可以的，并且4牙识别成功率还是不错。脸部遮挡测试意外的顺利，除了小米4 Pro 有2次失误，德士曼大圣 Q5F Pro 以及凯迪士 Q20F Pro 均能做到100%的识别，区别只是在时间上。而在暗光情况下，除了小米4 Pro 需要偶尔挥手唤醒红外感应之外，德士曼大圣 Q5F Pro 以及凯迪士 Q20F Pro 均可以在任何时间段自动唤醒锁具，做到无感开门。整体来看，3款智能门锁的表现都还不错。那要说区别，那德士曼大圣 Q5F Pro 在准确率以及响应速度上会更胜一筹。关于猫眼功能，3款智能门锁都支持实时查看、逗留抓拍、视频对讲等核心的安防功能，对家门口的风险预警起到关键作用。但在摄像头硬件上，各家的配置还是不同的。德士曼大圣 Q5F Pro 以及小米4 Pro 均搭载了200万像素的高清摄像头，而凯迪士 Q20F Pro 则采用的是100万像素的镜头。单看参数可能不够直观，我们直接来看到实拍的画面效果。从实际拍摄效果来看，德士曼以及小米的画面清晰度明显更优，人物边缘清晰，面部细节更加丰富。两者的区别在于，德士曼上下视野会更广，哪怕是访客贴近门锁，人脸仍然是可以完整的保持在画面里面。而小米呢，则恰好相反的，左右更广，能够捕捉到更多的门侧环境信息，但人物稍有变形，且近距离会出现画面拍不到脸的情况出现，大家按需选择就可以了。当然了，以上所有功能都离不开稳定的电力支持，因此续航表现也是衡量体验的关键指标。而3款性价比产品里面，凯迪士 Q20F Pro 是5000毫安时的单锂电设计，正常续航半年左右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但需要留意电量提醒。便利性方面不如同价位另外2款双供电设计的机型。小米4 Pro 采用的是5000毫安时加4节干电池的配置，在主力电池电量耗尽时，干电池可以自动接管供电，但只支持最基础的接手方式，人脸、猫眼等功能会有所阉割，更适合应急使用。而德士曼大圣 Q5F Pro 则是低 Power 智能续航，1750毫安时加1000毫安时双锂电循环供电的设计，不仅是主电池容量更大，副电池更是可以在主电池没电的情况下无缝衔接所有功能，而且电池电压达到 7.4伏，就算是同样容量续航时间也会更久。比较在意电量续航的小伙伴可以多关注一下这一款。好了，看完3款性价比机型的基础性能实测后，相信已经足够大家选择出适合自己家门的高性价比之选了。那如果你追求更加极致的智能体验，更加丰富的附加功能，不妨往下继续看。接下来是3大品牌旗舰机型的对决，指纹识别测试环节直接上了难度，分别各自测试100次，看看3款旗舰机型面对极端环境下的实际表现如何。实测下来发现，这仍然不是他们能力的上限，哪怕是难度变大了，次数增多了，但识别成功率以及响应速度相比上一个价位段机型里面不降反升。其中德士曼小圆脸以及凯迪士 P30 Pro Max 表现更为突出，在保持高识别率的同时，响应速度几乎是达到了秒开的流畅程度。这个也是得益于德士曼的小圆脸指纹解锁技术升级到了 GPT Finger 2.0 曲面识别，区别于 1.0， 它更加符合人体工学的设计，解锁更快更灵敏。而小米 M30 Pro 的表现也是不错的，相较于自家的4 Pro 也是有所提升，整体体验会更上一层楼。那从上一个价位段的实测里面也可以看到，人脸识别的整体准确率已经相当高了，而这个阶段我们进一步去增加了测试强度，重点去考察3款旗舰智能门锁在连续多次的识别下的稳定性以及精准度。实测不出所料，3款智能门锁稳定发挥。在面部遮挡实测里面，德士曼小圆脸以及小米 M30 Pro 均可以去做到100%的识别，而上一个阶段的凯迪士 Q20F Pro 面部遮挡实测里面的识别成功率可以达到100%，而它的升级款在这一次实测里面反而是出现了点小失误了，但瑕不遮瑜，整体识别能力依然是在线的。总的来说，3款智能门锁的人脸识别能力都达到较高水平，其中德士曼的整体稳定性会更好一些。那到了旗舰这个价位段，各家的猫眼配置基本都升级到双摄系统，功能上的提升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更加高清的像素，更加广的可视角度，这些都成了基础操作。而除了画面更强，该有的智能功能也一个不落。3款旗舰在功能上还各有侧重，凯迪士 P30 Pro Max 加入了24小时监控功能，而德士曼小圆脸、小米 M30 Pro 则支持包裹检测以及儿童出门提醒，这里更贴近生活的，是真的可以帮上忙的功能，实用性简直拉满了。除此以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德士曼小圆脸这个特别的个性化前屏，这不仅是块屏幕，还是接入了 AI 智能管家的交互窗口，可以说这款锁区别于其他品牌的一大亮点了。先不说功能，光这个精致又带点萌感的表情显示，
就已经可以提供不少情绪价值，这让它不仅是一个门锁，更是一个有趣的时尚配件。更实用的是，它还接入了豆包大语言模型，一声咪呀咪呀即可唤醒。不管是日常问候、简单问答，还是门口的动态提醒，它都能够应付自如。咪呀咪呀，主人我在。今天天气怎么样？今天2025年9月20日，广州市南云区中雨，最低温度24摄氏度，最高温度28摄氏度，空气质量优。交互体验的趣味性十足，也给智能家居带来更多的可能。最值得一提的是，它还支持一键直连400专线 VIP 服务，24小时真人客服随时在线，有什么问题在门锁上就可以直接呼叫，安全感直接拉满。尊贵的德诗曼用户您好，现在为您呼叫 VIP 专属服务，请稍后。看到这里，大家也能发现啊，各家智能锁都多了不少的附加功能，那整体功耗也随之提升了。那各家的供电方案又如何呢？凯迪仕 P30 Pro Max 较上一个价位段升级成了5000毫安时加2500毫安时双锂电设计，续航也是在半年左右。而德诗曼小圆脸以及小米 M30 Pro 的供电逻辑和上一个价位段差不多。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德诗曼小圆脸多了一个长显个性化的前屏，但其搭载的 D-Power 智能续航系统，在超级省电模式下，也是本次旗舰款机型里面续航最持久的一款。好了，两大价位段的测试到这里基本结束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找到心仪的那一款？有的话，公屏上见。不过在此之前呢，先别着急下单。安装智能门锁还有几个关键点需要特别注意的。首先，门体厚度需要特别关注，稳妥的厚度在4到6厘米左右。购买前务必查看一下产品页标注的适用门后范围，提前检测和你家的门是否匹配。其次要留意门体是否装有天地钩，这直接关系到锁体是否兼容。在本次实测里面，三大品牌德诗曼、凯迪仕两款产品都支持天地钩以及霸王锁体，而小米则是不支持。需要特别说明的是，驱动天地钩会对电机的扭矩有更高要求，扭矩越大，耐久性、兼容性就越好。我们也是给大家收集了相关的数据其中德诗曼公布的电机最大扭矩是4.5牛米，而另外两款则是比较遗憾，没有收集到相关的数据。最后来给大家聊聊关心的售后问题。本次实测的3个品牌德诗曼、凯迪仕、小米均提供3年质保，且首次安装是免费的，这一块诚意是给的很足。在我们下单后各品牌的售后也是陆续主动联系到我预约安装，其中响应最快的是德诗曼，由于线下服务网点覆盖较广，我上午预约，下午师傅就上门完成了安装，整体效率很高。另外2个品牌虽然是稍晚2天安排，但整个服务流程也很顺畅，体验依然是不错的。最后也给大家简单总结一下，如果你追求的是安全、便捷等技术体验，1000元价位的智能门锁就完全够用了。但如果你想要更多的附加功能，甚至想要尝试 AI 智能交互的，那么旗舰机型会更加适配。至于品牌选择，相信大家看完上面的实测也有所倾向了。如果你家已经是小米智能生态了，选小米会更加契合。如果你更看重识别精准度以及品牌专业度，德诗曼、凯迪仕都是可靠的选择。但在综合性能稳定性这一块，德诗曼的表现会更加突出。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全部内容，我是陶阳，我们下期再见。